嗨，大家好，今天我们讲的又是一个最近发生的新鲜事儿。最近几年，在我们的太阳系中频繁地出现了3颗彗星，都是来自于太阳系之外的访客。那随着它们出现的频率增多，人们开始对它们是否是自然天体的身份产生了怀疑。首先是2017年10月的奥莫莫，之后是2019年8月的鲍里索夫，紧接着就是在2个月之前，科学家又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天体闯入了我们的太阳系。这个天体就受到了很多的关注，原因呢就是它有一些很奇怪的地方。第一点呢，就是像上面我们说的，它并不是我们经常能够观测到的那种普通的彗星，因为以前我们通常能够观测到的这些彗星都是来自于海王星外围的柯伊伯带，或者是太阳系边缘的奥尔特星云，它们属于太阳系刚刚形成的那个时候遗留下来的小型天体。那这次这个就不是，它是直接从太阳系之外快速的横插进来的一个外来的天体。而且据说跟着它一同运行的还有9个隐藏在它周围的小型的天体，而它的运行轨迹经过科学家的计算呢，会很恰巧的和太阳系的各大行星擦肩而过。其中呢，它已经经过了火星，之后是金星、地球，然后是木星。有很多科学家就猜测，它会不会像是一颗侦察卫星一样，是专门被智慧生命派来观察我们太阳系的呢？那第二个特殊的就是这个天体运行速度非常的快。它每秒钟能够达到60公里，比人类之前发现的那2个星际访客要快很多，远超太阳系的引力约束。那随着它的距离越来越靠近，最近的研究还发现了这个天体不光像一般的彗星一样拥有彗发和彗尾，在这颗彗星的头部似乎还在喷发着一种物质，看起来似乎可以主动的进行减速和改变方向。那为什么最近几年这些星际访客能够频繁的出现？为什么这颗彗星能够控制自己的方向？在它周围跟着它一起飞的，会不会像是3体人的舰队？连哈佛的天体物理学家都说它是人类造物的可能性高达60%。那今天我们就带着这些疑问，一起来研究下这颗来自银河系中心的未知访客 3I Atlas。大家好，我是李罗克，这里是小李随心念。我的每一期影片都准备了很久的时间，真心希望你能够多停留一会儿。如果您觉得还算是能够看得过去的话，跪求您的点赞和订阅，那将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废话少说，我们继续今天的话题。那我们刚刚说了，它的名字叫做 3I Atlas， 最早它的发现是在2025年7月1日，当时距离地球有 4.5 个天文单位。它在蛇尾座和人马座的边界被我们发现，以每秒61千米的速度飞向我们太阳系。一位哈佛的天体物理学家叫 Avi Loeb， 在这个天体被发现后的2周之内发表了一篇论文，说这颗名为 3I Atlas 的天体很可能是外星科技的造物，甚至有可能带有敌意。下面我们就简称这个天体为阿特拉斯。最早呢，它是由 NASA 位于智利的阿特拉斯观测站发现的。它的命名也很有意思啊，这个3I 中的 I 代表的就是星际的意思，也就是星际访客。3呢代表着它是人类发现的第3颗。那前面那2颗很多朋友也都知道，分别是奥莫莫彗星和鲍里索夫彗星，它们出现的时间也是非常的接近啊，这里面也很蹊跷。奥莫莫是2017年10月发现的，外表呢呈雪茄状。第2个是鲍里索夫彗星，发现的时间是2019年8月。那这次阿特拉斯的出现是在2025年7月，它们出现的时间相隔的十分的接近。那你要知道，人类发现星际访客只有这3颗，所以说呢，有人就怀疑这3颗彗星出现的频率并不是像偶然的自然现象。那这个阿特拉斯观测系统是一个由全球多地小型望远镜组成的网络，这套系统的全称为小行星地面撞击最后警报系统。发现这个天体是因为它报的警，就是它看见了一颗彗星直接就朝着我们太阳系就冲了过来，速度1秒钟能达到60公里，那能不报警吗？阿特拉斯被发现时，距离地球这个 4.5 个天文单位就相当于 6.7 亿公里，位置呢就在木星轨道的附近。它的飞行速度十分的快，在它整个接近和穿过我们太阳系的过程中，我们对它的可观测时间有将近1整年。那期间有一段时间是不可观测的，就是在10月底它接近太阳的时候，它的光线会被太阳淹没。12月初它会从太阳的另一侧再次出现。就在全球各地的科研机构把望远镜对准这颗阿特拉斯的时候，哈佛大学天文物理学家艾维洛布和他的联合研究者发表了一篇论文，说阿特拉斯可能是人为科技产物，甚至可能带有敌意，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数据的解析。当然他也强调了这些仅仅是一个假说。研究团队就计算了它的轨迹图，就发现它将来的运行轨迹恰好能和金星、火星、木星近距离擦肩而过，就好像是一艘外星飞船在搜集太阳系的信息一样。
这个天体的飞行轨迹和太阳系黄道面的对齐程度异常的精准。如果某个天体想进入绕日轨道，并且对太阳系的各个天体进行详细的观测的话，这样的对齐角度堪称是非常理想。太阳系的黄道面里面，多数天体的运行轨道都接近于这个平面，但星际天体因为它不会受到太阳行星盘的约束，轨道呢通常都与黄道面有一个很大的夹角。之前的奥陌陌的夹角就有122度，而这个阿特拉斯只有5度。这种精准对齐在自然形成的星系天体中极为罕见。艾维洛布团队就认为，这种精准的角度可能就是人工干涉轨道的证据。那最初呢，阿特拉斯体积的估算也让它显得更加的不寻常。根据它反射的光线量，科研人员算出它的直径有11公里，是奥陌陌的100倍之多。大小呢和当年导致恐龙灭绝的小行星非常的相近。那很多人就猜测它是带有敌意的外星飞船，自然形成的概率非常的低，也就是因为上面这几点原因。如果我们所在的银河系里面存在外星人的话，他们很可能会向其他星系发送这种探测器。那如果说它是外星造物的话，首先我们要基于证据说话。现在关于阿特拉斯的身份主要有2种可能性，要么是外星飞船，要么是彗星。那么我们该如何进一步判断呢？关键就在于观察它是否有彗尾和彗发。彗星呢，通常会有这样的标志性特征：太阳辐射会将彗星表面的尘埃气体吹离，形成彗发；而彗尾呢，则常指向背离太阳的方向。另外，如果是外星飞船的话，它很有可能出现各种的反常行为，比如说加速、减速、推进器或者是各种探测器发出闪烁的灯光等等。7月21号，也就是阿特拉斯被发现3个月之后， NASA 就使用哈勃天空望远镜对准了这颗星际访客，拍下了这张照片。照片中就可以清晰地看见这颗彗星类似的彗发，还有一条微弱的彗尾。随着它越来越靠近太阳，彗尾应该会逐渐的变大，但这一点如果想确认的话，还得等它离太阳更近一些。可奇怪的是呢，哈勃还拍到了一条反彗尾，就是迎着太阳的方向似乎还有一条彗尾，看起来像是有物质正在朝着太阳的方向喷射。这就有点反常，这个天体本身释放的尘埃就比较少。如果它是彗星的话，太阳辐射理应将粒子推向远离太阳的彗尾方向。既然我们能看到清晰的彗尾，而且还存在一条反彗尾，是不是能够证明它就是一颗正在做减速控制的人工天体，而不是彗星呢？那后面还有更反常的事儿。同一时间，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还观测到，这颗天体似乎在释放一团二氧化碳云，范围可以延伸到数十万公里。而在太阳系的彗星中，我们通常能够看到的是水蒸气的尾迹。那这一次要么就是没有检测到水蒸气，要么就是含量极为的低。就在这一发现公布之后，就有人问这位哈勃的天文物理学家艾维洛布，说阿特拉斯是外星造物的概率有多大呢？他的回答是60%。但是呢，这位学者的见解只能代表他自己团队的观点，不能代表其他任何的个人和团体啊。那如果想最后确定阿特拉斯的真实身份，我们需要更多的近距离观测，并且拍摄更多的清晰照片。那上面我们提到过一种假说，就是说它会和地球擦肩而过。但是我在网上搜索的信息中总结来看的话，按照它现有的运动轨迹来说，它和地球最接近的距离也可能有1.8个天文单位那么远，也就是地球离太阳距离的将近2倍。随着9月份的观测数据公开之后，我们似乎对这颗未知的星体掌握的信息也越来越多，对它的描述也越来越接近完整。那结果就是到目前为止能够非常确认的信息是，3A 艾特拉斯确实是一颗来自太阳系之外的天体，这是第一点，并且正在沿着一条非常极端的双曲线轨道移动。那解释一下这个双曲线轨道的特点，这种运行方式是星际天体最典型的标志之一。太阳系内的天体，比如说行星、卫星和周期性的彗星，轨道呢多为椭圆形，这些轨道的离心率都小于或者等于1，意思就是说这些天体受太阳引力的约束，会绕着太阳运动，而双曲线轨道的离心率是大于1的，表明这个天体的运动速度超过了太阳的逃逸速度，达到了第3宇宙速度，准确的数字是42.1公里每秒左右，它们就不会被太阳引力而捕获，最后会被太阳的引力弹弓发射出去，返回星际空间。那阿特拉斯的轨道离心率经过计算约为 1.05， 就达到了第3宇宙速度。它就沿着这样一条诡异的轨道，贴着太阳系的黄道面直接横切了过去。10月3号的时候，已经从距离火星2900万公里的地方掠过。如果没有出现轨迹修改的话，应该不会太靠近地球，它还会近距离的经过金星和木星附近。在9月份的观测中呢，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这个天体的彗尾，所以和人工造物相比，它更接近于一颗普通的彗星。到8月底的时候呢，南双子望远镜观测到这个彗星的彗尾进一步的变长，彗发也在扩张。
那后续的研究和他最初的观测数据有一点是有出入的，那就是对它体型的估算。一开始呢说这个天体的体型会很巨大，但实际上应该是更小一些，因为一开始距离很远，我们对于一个天体的大小估算基本上取决于这个天体反射的亮度。但现在我们能够更清晰地对它进行观测，也可以更准确地剔除会发和会尾发出光线的影响，就发现这颗天体的直径可能只有5公里左右。另外它的会发中的确含有高浓度的二氧化碳和少量的水蒸气，这从之前的彗星中就完全的没有观测到过，说明很可能这颗阿特拉斯是来自于一个极寒的区域。它的母星上二氧化碳被冻成了干冰，并且大量的附着在天体的表面。那目前所有的数据显示，它是一颗来自于其他恒星系统里面的彗星，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它和人工的造物有关。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坚信它是外星飞船呢？有一种说法就是观察到它在慢慢的变亮，而变亮的原因说明它可能正在做减速运动，而减速后的轨迹正好和地球擦肩而过。但实际的观测显示，阿特拉斯完全就没有出现过能够让它靠近地球的减速迹象。它在太阳系中沿着自己固定的双曲线轨道移动，也没有出现任何的轨道偏移。另外，我们之前说过，这颗天体迎着太阳的一面有着像是彗尾一样的物质正在喷射，而二氧化碳正好可以作为星际天体的推进器，可以减速或者是微调自己的方位。那首先解释一下，这个彗星的会发中二氧化碳的比例的确是很高，很多人觉得不合理，是因为我们以前观测的彗星中都不是这样的。但是要知道，这个彗星可是太阳系之外的，我们这么近距离观测过的这一颗只是人类发现的第3颗。那太阳系之外的天体可能五花八门，什么样的都有。至于二氧化碳推进剂或者是主动减速的说法，彗星在飞行中会释放气体，确实会产生微弱的火箭式加速度，但是这种加速度更像是彗星自然的气体喷射，不太像是有人工引擎的痕迹。那就算是真有引擎的话，可能效率也远远达不到预期，所以这种人工推进器的说法也只能是作为一种猜想。那艾维洛布为什么还要坚持有外星科技这种说法呢？其实早在研究奥陌陌的时候，他就提出过类似的观点。艾维洛布本身就是哈佛天文系的教授，那他的研究方向就是地外文明是否存在。之前1I 奥陌陌和2I 鲍里索夫的出现，他也都站出来指出了外星生命存在的可能性。所以本着怀疑态度的出发点，不仅仅是出于他的推测，更是出于他的工作需求。毕竟我们就是研究这个的嘛，他的初衷就是想让外星造物的假说保留到最后被彻底的证伪那一刻，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把注意力放在地外文明是否存在的问题上来。最后解释一下有9个天体跟随的说法。所谓9个隐藏的天体，是来自于一些像我这样的自媒体账号对韦伯望远镜观测数据的恶意解读。实际上，韦伯太空望远镜在观测阿特拉斯的时候，的确在它的周围发现了9颗微弱的光斑，但后续通过背景检出技术分析后证实，这些光斑要么是遥远的背景恒星，要么就是设备的电子噪声信号。因为韦伯望远镜的灵敏度是非常的高的，它能观测到很遥远很微弱的星体信号，所以说并不存在任何护送天体的可能性。那话说回来，如果是三体人的舰队的话，他们为什么不直接使用曲率驱动引擎，而只使用一颗60千米每秒的石头做太阳系的侦察呢？我想我们能够对这个浩瀚的宇宙保留自己各种猜想，应该是一件好事。如果说有一天有一个高等文明可能既想对我们进行观察，又不想让我们发现各种迹象的话，也有可能就是近几年这3颗星际访客频繁造访的原因。直到2010年左右，人类的第1套全景巡天望远镜才部署完成，我们也才能够更频繁地观察到这些星际天体陆续地来到太阳系做客。那这也回答了一开始我们的问题，为啥以前我们看不见这些星际访客呢？那是因为我们看不见。天文界对于外星假说的谨慎态度，本质上就源于奥拉姆剃刀原理。简单的说，就是一句话：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在解释自然现象的时候，应该优先选择假设最少、最符合已知规律的理论。对于阿特拉斯的解释，也要基于已知的天体物理规律，无需引入新的假设。就比如说，我们不能同时假设外星智慧生命存在、星际航行技术可行，甚至外星文明有探索太阳系的动机，这样假设出多个未被证实的前提。所以在没有确凿证据的前提下，就不能优先的考虑地外文明的这个研究方向。虽然这种说法会让很多对宇宙痴迷的朋友失望，那如果是你的话，你是更希望能够看到这个世界不同寻常的一面，还是希望千万不要有外星人？请在留言区里一起聊一聊。那我是李洛克，这里是小李碎碎念。如果您注意到了的话，就会发现
目前我的每期影片只推送那么几十个观看量，非常感谢你能够看到这里，真心希望你能够帮我点个赞，或者是订阅这个小频道，这对于我来说非常的重要。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区里讨论关于您的看法。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